你知道最让女人寒心的是什么？其实并不是生活太辛苦，而是遇到的这三种伴侣。第一种，不会沟通的人，这种人从来不会主动的了解妻子，遇事懒得沟通，懒得解决。如果你生闷气，他还会觉得你无理取闹，没事找事。哪怕你想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和他谈，谈到最后就只会吵架和冷战收场。跟这种人过日子，有苦说不出。第二种，自私冷漠的人，这种人一定是撑不起感情的。他心情好的时候怎么样都行，一旦有了矛盾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，完全变成了一个你不认识的人，对你的耐心几乎是零，既暴躁又没有包容心，甚至还会刺激你、贬低你。他只顾及他自己的开心，我爽就行了，让你受尽委屈。争吵过后，你可能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可他却一觉睡到大天亮，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第三种，只会听外人的话，这种人说话做事不经大脑，家人的话一句都听不进去，外人的话却笑脸相迎，家人的10句话抵不了外人的一句话，最后出了问题还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女人的身上。你以为你在陪她吃苦，她还觉得你在耽误她的大好前程。女人不是永动机啊，你的付出和牺牲是需要被尊重的，老公的爱和尊重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动力来源。如果你的伴侣有3种以上的情况之一，我相信你的日子会过得不怎么样。唯有用对的方法来培养他对你的尊重和爱，你才能够改变现在的生活状况。你明白了吗？40多岁的女性离婚之后，晚年生活会过得很惨吗？这位女士说出了心里话。王先生和李女士在快50岁的时候离婚了，是李女士提出离婚的。王先逢人就说：“哎，我老婆就是疯了。”这个年纪还想着离婚，真是个欠收拾的。这王先生脾气暴躁，而李女士呢，以前面对王先生的打骂从来不反抗。李女士年轻那会儿，老家信息闭塞，李女士根本就不知道女性还有其他的活法，她以为全天下的女性都在婚姻当中忍气吞声呢。后来读的书、看的人以及她的见闻，渐渐的见多识广了，李女士才明白，原来不是所有的女性面对丈夫都是逆来顺受的。原来在感情里，最好的姿态就是你对我好，我也会对你好；你对我不好，我就不会再对你好了。当他接受了新思维，他就想痛痛快快的离婚，活出自己。李女士离婚后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悲惨，她快50了，但她觉得自己的新生活正在慢慢的开始，身体健康，做保姆，照顾老人很有一手。不上班的时候，李女士到外走一走，逛一逛，儿女也大了，不用她操心。李女士赚的钱一半给儿女，一半自己存着。发工资的时候就买几身漂亮的衣服装扮自己。50岁左右的李女士离了婚，却变成了一个自己赚钱自己花，不用再承受老公打骂的时髦独立女性了。李女士认为，一个女性只要思想不依附、不守旧，生活上愿意吃苦耐劳，那么无论她在几岁的时候离婚，离婚的日子都不会太差，都能活出一个美好的人生。让男人铁了心宠爱你的方法是什么？后台有很多粉丝都在问我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越对男人好，他就越不重视自己呢？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个如何在感情里游刃有余的方法。以下我要讲的3点，你一定要认真听好了。第一点就是最好的关系不是亲密无间，而是刚刚好的距离。一个粘人的女人在男人面前必然是透明的，当你没有探索价值的时候，男人的成就感自然就会逐渐的弱化。所以你看，有些女人和老公或男朋友的关系很好，就是他们会利用这一点，比如语言热情，行为却有边界，这样自始至终都保留着一个琢磨不透给男人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欲拒还迎。男人那个征服欲就自始至终都在这儿。这就是用最轻松的方法做的最费力气的事儿，你不需要付出什么，对方的关注度都会持续的增加。第二点，用外在的魅力价值代替对男人的好的价值。第二点，用外在的魅力价值代替对男人好的价值。其对男人好的收效是微乎其微的。说男人都不懂得感恩，倒不如说这是由于男性核心的需求决定的。男人的核心需求其实不是渴望女人对他有多好，而是女人有多少的探索价值。比如你一味的对男人好，
对自己的身材形象从来都不投入，你最后换来的不过是保姆的标签，得不偿失。外在的价值，这种显性价值放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，因为你的形象越好，它会给你投入的关注度才会越来越高。被关注，你就会越自信，越自信，你才会越把精力投注在自己的身上，这样才能够形成感情的正向循环。第三点，用理性代替感受。男人对你的关注度是有生命周期的，从甜蜜期到磨合期，这个过程对你的关注是呈下降趋势的。如果他不主动，你就用冷来代替作，因为冷代表的是神秘感，而作换来的是你跟他不合适的口实。而且关注男人是一件回报率极低的事，女生经营自己的能力能够换来魅力价值，而关注男人换来的只有患得患失。第四点，专注感情的人永远都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。你专注做事业，财富会向你招手；你专注做社交圈子，有机会提高社交能力；你专注自我成长，认知会让你越活越通透；而你专注感情，就算做到了极致，换来的也不过是一个人的宠爱有加。况且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都给到你，而大部分只专注感情的人都是无功而返的。不要把恋爱脑当成爱一个人的借口，你身上的标签除了魅力女人，其他都是多余的。如何反制男的冷暴力，一招让他屈服。今天的视频如果你能听完，你绝对能够顿悟，不仅彻底走出被冷暴力的阴影，还能让男人不敢再对你使用冷暴力。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叫冷暴力。冷暴力就是不回应、不拒绝、故意忽视你、不闻不问，强行阻断一切和你沟通的桥梁。习惯冷暴力的男人往往都有以下这3个特点，听完你就知道如何应对了。第一，极度自私且自我的男人。这种男人对你使用冷暴力往往有其目的的，他知道冷暴力会让你难受，所以他故意用冷落你的这种方式让你感受到痛苦，从而逼迫你妥协，让你答应他一些自私无理的要求。第二，他遇到问题喜欢逃避，缺乏责任感。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男人是不可能去直面问题的，遇到冲突和矛盾，他只会像乌龟一样把头缩到保护壳里。至于他的冷暴力会不会让你整夜的无法入睡，这不是他关心的，反正你的死活跟他是没有关系的。第三，拒绝沟通。没有同理心的男人，这种男人所作所为很容易让人心寒。正常来说，我们看到一个陌生人哭，我们都会于心不忍，可他看到自己的枕边人哭，他却视而不见，真的是连陌生人都不如啊。那么面对男的冷暴力，是不是就没有解决办法了呢？当然不是，你一定要知道男人对你冷暴力背后的算盘。冷暴力其实是一种主观的感受，如果他的冷对你无效，那他冷就随便他了，你就过自己的生活，当他不存在，那么他的冷暴力就起不起作用了。你要学会放下期待，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，想一个忍心对你冷暴力的男人，他其实早就不爱你了。冷暴力的本质是这个人的人品他出了问题，就像是一个黑洞一样，把你拉到无尽的黑暗里。对于这样的男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他，你别管他的死活，别在意他，你才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。千万不要再对冷暴力的男人心存期待，因为有些男人的心就像冰窖里的石头，又冷又硬，你永远都无法捂热它，你懂了吗？